大家好，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日本签证的相关事宜。首先的话，我现在打开的网站是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网站。那么这边有个有关签证的消息，是2023年的1月20号发的。日本驻华大使馆由于受疫情影响，有一段时间临时不得不缩小签证业务，随后根据疫情变化，签证业务早已恢复正常。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可以办日本国签证了。但是呢，第二条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办日本的签证，包括去日本会有所变化，跟以前疫情之前的话，我们会有所变化。首先的话，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前的话，我们去日本可能在飞机上发一个入境手续的单啊，就是让申报单。那么现在的话，它是也跟加拿大一样，加拿大有个程序叫 Arrive Canada， 那么它这边的话叫 Visit Japan Web 上面办理检疫、入境审查及海关申报手续，那么这个是必须要用的。所以说呢，这个在2022年的11月份就开始实施了。以前的话就是只有这个 MySOS， 现在的话要用这个网站啊，或者说你装这个程序也可以。反正就是说，你去日本之前就要把这个申报好。关于如何申报的话，这边有这个程序 APP 也有2个网址，那么大家可以打开一下。好了，我这边打开的是一个关于快速通道的介绍，它这边有说明，比如说创建账户、预定注册，然后呢提交一些证明书等注册，那么入境审查、海关手续程序注册，抵达日本时出示页面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那么首先往下拉的话，我们这边有看到最新消息，2023年3月1日起的从中国直飞入境日本时，对于直飞入境的人士，无论是否持有疫苗接种证明书，都需要出示检测证明书。在日本方面的话，这个的话叫称为 PCR， 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注意 ，PCR 呢就是核酸。关于疫苗的话，这边有说明，如果说你持有疫苗接种证明，也无需注册该疫苗接种证明已经注册疫苗的人你可以在这个 Visit Japan Web 创建新的入境回国计划并注册新的检疫手续快速通道。那么现在的话，从11月1日开始的话，它现在有个新的程序，之前那个程序是老程序，叫 MySOS。那么 MyOS 处理于2023年的1月13日入境日结束现在的话都要访问这个就是 Visit Japan Web 这个网站，那么开始创建账户。首先的话，它这边都有介绍比如说下面都有介绍关于这个出国前72小时内的证明这必须下面一项，就是说要么你是接种证明书，要么就检测证明书。但是呢，检测证明书呢，这个是必须要的，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注意大家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页面。那么这个我打开的话就是一个 Visit Japan Web 的网站，再打开的话是这样子的，然后可以点击这边选择语言选择 Chinese， 然后这边的话它就有提示说明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册。所以这就是跟以前我们去日本的话，它这个有区别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说明这里不详细介绍了。好，我们说回签证，赴日签证的话，在这边官网上是有说明的比如说这个签证的话，它这边说的很简单只要提供护照拥有回国权利那么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且符合规定，申请人将从事的活动跟这个签证符合相符合，那就行了。那么日本签证跟美国签证的话有个很大区别，就是日本签证是旅游签证是不允许你个人提交办理的，因为日本签证的话其实是让旅行社代办，并且让旅行社作为担保，如果说你在日本出现滞留行为的话，那么旅行社可能会被罚款。然后根据您的护照类型、访问目的不同这边可以确认一下我们各类签证申请手续及所需材料。好，我们点到这一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签证，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赴日旅游签证，团队及个人。那么到达这个页面之后呢这个的话就是旅游的话就观光目的嘛。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说要在自己各个领事馆的管辖地区内送签资格的指定旅行社进行申请，所以申请人无法直接去使领馆办理及领取此类签证此类签证制度是由指定旅行社来为赴日中国人做生源担保，就是我说的，如果说你出现问题的话，旅行社是有责任的，旅行社会出现赔偿的现象。那么签证的话类型的话有团队类型团队的话应该是最简单的，团队的话本身的话你过去的话护照基本上就是被领队拿走的嘛，出来的话领队再还给你是吧。那么个人单次的话，这个是呢就是说自由行他这边是有效期3个月，然后呢15天跟30天区别。那么一般来说的话都是给30天的，这个他们是根据情况来决定的。那么还有的话，冲绳县及东北6县多次旅游签证这个的话稍微有点麻烦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为了提振这些地方的经济，因为冲绳的经济它有点类似于离岛就是离开这个日本本岛很远嘛，
所以说呢，它为了提升经济啊，所以说呢你要第一次赴日旅行程中呢，包含在冲绳县住宿的日程，你一定要在冲绳登陆以及在那边住宿住一晚，那么才可以到本岛去干嘛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赴日东北6县多次旅游签证一般来说的话，去这边的话还更远所以说呢麻烦我说实话。那么任何一县或上述6县中的任意2县以上的住宿的日程发放对象也是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士及家属说实话，这种的话一般是3年多次3年多次这个带条件的它有括号的。然后呢，这个签证的话就是需要你要相当于第一次的话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则去做否则的话你入境会困难的。那么第4条的话，这个的话是不限制的就是说呢，你的话就是完全是3年多次签证，然后不受目的地限制他这边有说了发放对象是具有足够经济能力的人士及家属注意人士及家属，就是如果说你有能力办的话，你主申请人的话，那么你家属也是可以获得的，并且与上述3不同的是赴日目的地不受限制这个要注意，3年多次的旅游签证无条件的那么第5条的话就是5年多次签证这个的话5年有效期内多次使用。那么一般来说的话，我根据我自己的经历的话来说的话，这个3年多次的签证的话，基本上是年收入在20万左右那么如果说有条件的3年多次签证的话，基本上年收入在10多万左右的话，基本上也可以那么如果说你是要5年多次签证的话，基本上就是要年收入在50万50万人民币左右。那么有些人他不是说旅行社要求提供什么税单之类的嘛税单你提供不出来是吧？那这个时候的话，以前的话是可以凭一些生意上流水哪怕你淘宝店有淘宝店的话，你营业额那个流水也是可以的最好是银行流水搭配的使用，这样的话更有说服力嘛，证明的话流水大的话是可以的。好，这边的话有个签证类型，这边所需材料此链接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哪些材料是不是跟旅行社说的一样。旅行社有些时候呢，一些旅行社小旅行社出现了一些人那个在日本滞留不归或打黑工现象的话，他可能会要求你更多一些那么看看官方是要求哪些材料。好，我现在打开了它本身就是中文的，所以不用翻译了。首先的话，团队的话就非常方便就是一个护照、签证申请表、个人信息处理同意书，这个的话同意每个人都要同意的就是一个类似于隐私数据的处理。那么户口本这种其他相关材料，这个的话基本上根据提交需要提交根据情况那么第2个就是个人旅游单次这边的话多了个什么呢？多了一个第5条能确认经济能力的资料。我们看一下哪些东西是可以确认经济能力的。这边是星号1的话就是国际信用卡含银联卡，银联卡也算金卡级别以上。说实话非常非常简单，基本上你现在办银联的白金卡随便办真的只要你有社保的话基本上都能下来，特别是办浦发银行的白金卡，基本上都是白金卡，而且是终身免年费的。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说你要确认这个经济材料的话，可以用这个方法。B 这 A、B、C 的话只要选择一项就行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种的话最简单的话还是这个 A 选项最方便只要的话基本上哪怕你说实话你没有工作你有个车，你有个房，或者哪有一个车也能办下来这平安银行什么车主金卡很方便。那么下面这个星号2和星号3就不说了这个是特定的一个对象。好，个人旅游3年多次就是说呢它是一个比较3个地方的比如说东北6县冲绳足够经济能力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你足够经济能力的话，你看这边的话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主要还是看这个就是经济能力吧。经济能力资料的话需要 A、B 中任选一项。第一个 A 在职证明、在职职位、在职期间工资金额，虽然他这边没有说但是呢基本上的话在10万到12万以上差不多B 的话能确认资产形成的资料退休金证明、房产证明、股票交割单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股票交割单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你如果说基本上中国人很多现在人就是买基金炒股票买 ETF 那么所以说其实这种的话你也是可以的不需要把这钱又倒回来然后放到银行的存款里面去，对吧？好了，我们看5年多次它是这边称呼是相当高收入人士的5年多次签证我们也是看这个经济能力嘛。经济能力的话其实它跟上面是一样的。上面这个提示呢是确认年收入资料是银行流水最近6个月那么下面的话它这边5年多次的话是以及能确认年收入的个人资料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和银行流水最近6个月，所以说这边的话比上面的话有所得税完税证明那么稍微有点区别。那么这个的话其实有些银行流水高的话其实也可以申请的，问题不是很大现在的话这个主要看旅行社，因为旅行社是作为帮你担保的嘛。
那么 B 选项的话啊，任选一项嘛。B 选项的话能确认资产形成的资料啊。如果说你没有提供什么完税证明，你就走 B 选项嘛啊。退休金证明啊，如果说有些老师啊退休金是很高的，7、8千啊，1万多啊，校长的话1万多。那么还有房产证明，那这最简单了是吧？房本是不是？还有股票交割单啊，股票交割单这个很多人做大陆股票很多，对吧？那么你这个也可以作为申请啊，作为申请这个5年多次签证啊。下面注意事项有一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旅游多次签证不包括5年多次签证，第一次赴日旅游要按照当时申请签证时提交给本馆的日程表赴日停留。如果旅游日程有变化，只能变更为签证发行日起3个月之内的日程。意思就是说呢，比如说有些签证不是说它有条件的嘛，比如先去冲绳或者先去东北6县，那么你就必须按照这个规则去走。如果说你要变更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啊。一般来说的话，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呢，他这边说签证注销的这种可能性呢还是很小的。但是你这个签证的话，第一次是必须要到当地去住1晚或住2晚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大家，否则的话你入境就困难了。那么关于收取价格的话是这样子的啊，其实价格很便宜的啊，有些人的话在小红书在哪里卖的价格就很贵是吧？大家可以看一下价格成本多少钱啊？单次签证175啊，多次签证355。还有下面很重要几条啊，没发放签证时不收取签证费啊，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签证呢被拒签了，或者说不通过审核不受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不收取签证费的。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说旅行社问你收的话，你可以把它要回来啊。那么还有一条就是星号1，访问冲绳县及这个什么什么任何一县免收签证费。第二条，留宿在冲绳县或访问什么什么任何一县免收签证费。但是呢，他这边免收签证费的话，其实说实话跟你应该来说的话是没有什么关系啊，不可能是旅行社再退你钱。但是呢，这种签证之前的话，我在穷游网啊，还有一些什么网站我看到过啊，就是9块9毛钱啊，它是有这种签证，就是访问冲绳县和东北6县的签证啊。所以说呢，旅行社的话其实也在引流嘛。第一个它零成本的，说实话就9块9嘛，卖给你是吧？他就是付了点人工帮你整理材料嘛，对吧？其实成本的话，它是对他来说是0啊，所以说这产生这种9块9签证现象。好了，旅行社的话有哪些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根据自己的使领管辖地区啊，那么去办理啊。北京、天津、陕西、河北、河南都有啊，湖北、湖南都有。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旅行社啊，这边旅行社都是代理旅行社，是官方指定的啊。其实呢，网上也出现很多，这就是类似于这边找不到的旅行社啊，也在做这种日本签证啊。那么我尽量推荐的话，大家就是找这些旅行社啊，这些旅行社靠谱啊，毕竟的话它是上网的，而且指定的旅行社啊，是有资格的啊。说实话，那些旅行社的话其实是没有资格的啊，它官方也是不推荐的。那么最后一条啊，致访问日本的游客啊，请购买境外旅游保险啊。购买境外旅游保险呢紧急情况也能安心。那么关于境外旅行保险的话，我推荐呢可以办一张那个平安银行的 Visa Master 美国运通的白金信用卡啊，它基本上是有免费的境外旅行保险的，所以说呢这个也非常不错。那么如果说你要这种怕医疗的话，这个的话那么你事先的话也可以去买一下类似于这种出国旅行的保险啊。我曾经推荐过一款数字游民的保险，那么这块保险的话其实也是适合这个境外旅行的啊，也是不错的，而且是覆盖日本的，可以在日本买。就是说你在它的网站上是可以买日本的境外旅行险。那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在视频下方去看一下。好吧，今天的关于日本的签证的介绍到这里结束了。